吸引女人上床最卑鄙的方法。如果我说男人吸引女人的方法从来都不是男人自己选择的，而是被一种比他更古老的力量所驱动的，你会怎么想？如果我说一个男人以为自己在追求一个女人，其实他只是在追逐自己内心一个看不见的幻影，而这个幻影恰好落在了那个女人身上，你会怎么想？如果我说那些被男人视作魅力、技巧、手段的东西，从根本上说都只是一场无意识的投射游戏，你会怎么想？荣格心理学给出的答案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不适。他揭开了浪漫爱情那层光鲜的面纱，露出了底下更为原始、更为冷酷的心理机制。在这个框架下审视男女之间的吸引力，你会发现那些所谓卑鄙的方法，恰恰是人类心灵最诚实的运作方式。他们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男人手段高明，而是因为他们精准地击中了女人无意识中那个等待被唤醒的结构。男人吸引女人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机制是阿尼玛的投射。荣格发现每个男人的无意识深处都住着一个女性原型，他称之为阿尼玛。这个内在的女性形象不是男人主动构建的，而是通过遗传和文化积淀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她，像一个预先刻好的模子，等待着在现实世界中被某个具体的女人所填充。当一个男人遇到一个女人时，他并不是在客观地审视她，他的大脑会无意识地将她与内心那个阿尼玛的模板进行比对。如果这个女人在某些特质上与她阿尼玛的意象产生了共鸣，他就会将自己内在的女性原型投射到她身上。这个过程发生时，男人看到的已经不是那个女人本身，而是他内心渴望的女性形象的化身。荣格指出，男性心中的阿尼玛和他自己的显性人格常常是相反的，却又相互吸引。一个外表强硬的男人，内心可能藏着一个脆弱、需要被安抚的阿尼玛。一个理性至上的男人，内心可能藏着一个感性、渴望浪漫的阿尼玛。当他在现实中遇到一个能承载这个内在形象的女人时，他会体验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的强度与阿尼玛被压抑的程度成正比，压抑越深，投射越猛。阿尼玛的投射分为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对应着男人不同的心理需求，也对应着他会被不同类型的女人所吸引。第一个层次是生理层次的阿尼玛投射，对应的是男性对原始生命力和繁衍价值的渴望。这个阶段的阿尼玛以夏娃的形象出现，代表着纯粹的生物性吸引。一个女人的外貌、体态、声音、气味，如果恰好符合男人无意识中关于理想女性的原始模板，就会触发这个层次的投射。男人会产生强烈的生理冲动，他会觉得这个女人有感觉，但他说不清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实际上这是他的阿尼玛在替他做选择。第二个层次是浪漫层次的阿尼玛投射，对应的是男性对浪漫爱情、英雄主义和理想化伴侣的渴望。这个阶段的阿尼玛以海伦或贝亚特利奇的形象出现，代表着一种超越纯粹生理的美学和精神追求。当一个女人展现出某种神秘感、艺术气质或者超越世俗的精神品质时，男人的阿尼玛就会向她投射，他会为她写诗，会为她冒险，会为她奉献一切。他爱的不是这个女人本身，而是她身上承载的那个完美女性的幻影。这种投射往往最为强烈，也最容易让人产生这就是命运的错觉。第三个层次是精神层次的阿尼玛投射，对应的是男性对智慧、真理和精神指引的追求。这个阶段的阿尼玛以索菲亚的形象出现，代表着神圣的智慧和超越性的洞察力。当一个女人展现出深刻的洞察力、独特的智慧，或者某种能够启发他人的精神力量时，男人的阿尼玛就会向她投射，他不再仅仅把她当作欲望的对象或浪漫的伴侣，而是把她视为精神上的导师和引路人。这种投射最为持久，因为它在满足生理和情感需求之外，还触及了男人对意义和超越的渴望。阿尼玛投射的力量在于，它让男人产生了一种这个女人就是为我而生的强烈信念，他会觉得所有的等待都有了意义，所有的寻觅都有了答案。他会把自己最深层的情感、最隐秘的幻想、最狂野的欲望，全部倾注到这个承载了他投射的女人身上。她成为了他灵魂的镜子，成为了他通往完整的桥梁。然而，荣格提醒我们，这种投射本质上是男人将自己内在的女性面向外化到另一个个体身上的过程。男人爱上的不是那个女人，而是他投射在她身上的那个阿尼玛形象。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男人在激情消退后会感到失望和幻灭，不是女人变了，而是投射的光环消失了，真实的他被看见了。投射的瓦解有两种走向，一种走向是关系的终结，男人无法接受自己投射的破灭，他选择离开，去寻找下一个能够承载他投射的女人。他会重复同样的模式，一次又一次的爱上不同的人，却始终无法建立一段真实的关系。另一种走向是关系的升华，男人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投射，他开始收回投射，开始真正看见那个女人真实的样子。他不再要求她做个幻想中的女神，他接受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存在。这个时候真正的连接才开始出现。理解了阿尼玛投射的机制，那些所谓吸引女人的方法就变得清晰了。一个男人如果能够准确地识别出某个女人最能触发哪种层次的阿尼玛投射，他就掌握了最强大的吸引力工具。这不是欺骗，这是对人性最深层规律的洞察和运用。一个男人如果知道某个女人渴望被看见的是他内在的智慧，他就会用精神层面的对话来激活他的阿尼姆斯。如果他知道某个女人渴望被点燃的是他原始的激情，他就会用充满张力的互动来唤醒他的欲望。这些方法之所以卑鄙，是因为他们绕过了女人的意识防御，直接击中了她的无意识核心。男人吸引女人的第二个机制与阿尼玛投射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这个机制叫做阴影的吸引。荣格认为每个人的人格中都存在一个被压抑、被否认的部分，他称之为阴影。阴影包含着一个人不愿承认的特质，他的攻击性，他的自私，他的欲望，他的非理性，他的阴暗面。这些特质被意识排斥，被关进无意识的黑屋子里。但是阴影不会消失，它会向外投射。荣格的阴影理论指出，我们会被那些活出了我们自身压抑或被发展特质的人深深吸引。对于一个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男人来说，他被教导要成为一个好男人，要理性，要克制，要有责任感，要情绪稳定。这意味着他必须压抑自己的阴影，将那些坏的特质，冲动、叛逆、自私、追求享乐统统关进潜意识。而一个坏女人的出现，就像一道光照进了这间黑屋子，她活出了她所有不敢活出的样子。她那么自由，那么自我，那么敢于表达自己的欲望和愤怒，她就是她被压抑的阴影的完美化身。所以当一个男人被一个坏女人强烈吸引时，他其实是在无意识的被自己内心被压抑的那一部分所吸引。他对他的欲望本质上是一种与自己阴影合二为一的渴望。他希望通过与他结合来重新获得那些被他丢弃的品质，让自己变得完整。这种投射是极其强大的，他看到的已经不是那个女人本身，而是他自己失落的灵魂碎片。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男人会说和坏女人在一起感觉特别真实，特别过瘾。因为在那个瞬间，他被允许释放自己的阴影，他不再需要扮演一个完美的好男人。阴影吸引的机制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男人会反复被同一类型的女人所吸引，即使每一次都以痛苦告终。他的阴影被锁定在了某种特定的投射模式里，除非他能够意识到这个模式，能够收回投射，能够开始整合自己的阴影，否则他会一直重复同样的循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些表面上最正派的男人，往往在私底下有着最强烈的隐秘欲望。他们的阴影被压抑的最深，反弹的也最猛烈。男人吸引女人的第三个机制，涉及到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力量。荣格认为，爱情的发生既是个体化的，也是非个体化的。个体化的一面在于每个人都在通过爱情完成自己内在的心理整合。非个体化的一面在于爱情的发生超越了个人意志，它受制于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力量。男人会爱上谁不完全是他能够选择的，他的阿尼玛在替他做选择，他以为自己是在自由的，但实际上他是在被一种比他更古老、更强大的心理力量所推动。荣格在分析人的集体无意识时发现，无论男女与无意识中，都好像有另一个异性的性格潜藏在背后。男人的女性化一面为阿尼玛，女人的男性化一面为阿尼姆斯。这两个原型构成了两性心灵结构的最根本基础，他们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荣格说过，一个男人在对爱情的选择上，会受到与他本身无意识的女性、原始意象最吻合的女性的强烈诱惑，他会寻找一个能够立即接受他的灵魂投射的女性。这种寻找不是意识层面的决策，而是无意识层面的驱动。
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始力量还体现在一见钟情的现象上。荣格认为，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存在着对应性的原型内。当一个人在现实中遇到一个恰好符合这个原型的人时，他会体验到一种强烈的近乎命中注定的吸引力。这不是理性的判断，这是人形的公民。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在见到对方的第一眼就产生强烈的感觉，不是因为他们了解了对方，而是因为对方的某个特质恰好击中了他无意识中那个预先存在的模板。男人吸引女人的第4个机制是移情的作用。荣格对于移情心理的描述非常准确地吻合恋爱发生的情形。在心理分析中，移情是指病人将早期重要关系人的情感和期待无意识地转移到分析师身上。在恋爱中，移情同样发挥着核心作用。一个男人会将自己对母亲、对姐妹、对所有重要女性人物的情感和期待无意识地转移到他所爱的女人身上。他会期待她像母亲一样无条件地接纳他，像姐妹一样理解他，像初恋一样让他心跳加速。这些期待都不是基于那个女人的真实情况，而是基于他内心早已存在的心理结构。移情的力量在于它让男人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熟悉感和安全感，他会觉得这个女人似曾相识，会觉得和她在一起很舒服，会觉得她懂他。这种感受不是来自于两个人的真实契合，而是来自于他把自己过去的经验和情感投射到了他身上。他成为了一面屏幕，放映着他内心早已写好的剧本。男人吸引女人的第5个机制与自信化的过程有关。荣格认为，人格成熟的标志是通过自信化过程整合阿尼玛与阿尼姆斯。自信化是指一个人最终成为他自己，成为一种整合性的、不可分割的但又不同于他人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亲密关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关系互动，个体可以整合自我的意识与无意识面向，最终实现双方既独立完整又深度连结的状态。一个男人在自信化的过程中会逐渐意识到自己内在的女性面相，并开始有意识地将它整合进自己的人格。他不再需要将一个女人当作自己阿尼玛的容器，不再需要从外部寻找那个能让他完整的另一半。他开始意识到，那个他一直寻找的女性形象其实一直存在于他自己的内心深处。当他开始收回投射，开始真正看见女人真实的状态，他就从一个寻找者变成了一个相遇者。他不再是因为需要而爱，而是因为选择而爱。自信化的过程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男人在经历了多次失败的关系后，反而变得更加有吸引力。每一次关系的失败都在迫使他收回一部分投射，面对一部分真实的自己。当他逐渐整合了自己的阿尼玛，当他不再将女人当作救赎的幻影，他就从一个充满需求感的追求者变成了一个稳定、完整，不需要从外界索取什么的独立个体。这种状态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吸引力。而到吸引女人上床最卑鄙的方法这个命题，从荣格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方法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激活女人无意识中的阿尼姆斯。阿尼姆斯是女性心灵中的男性意象，它承载着女性关于力量、逻辑、决断力、保护者、精神指引者等一切与阳性原则相关的心理内容。这个内在的男性形象不是女人主动构建的，而是通过遗传和文化沉淀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它像一个预先设定好的模板，等待着在现实世界中被某个具体的男人所激活。当一个女人遇到一个男人时，她的大脑会无意识地将他与内心那个阿尼姆斯的模板进行比对。如果这个男人在某些特质上与他的阿尼姆斯意象产生了共鸣，他就会将自己内在的男性原型投射到他身上。这个过程发生时，女人看到的已经不是那个男人本身，而是他内心渴望的男性力量的化身。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男人明明条件一般，却能让女人死心塌地，因为他恰好击中了他阿尼姆斯的某个关键面向。阿尼姆斯的投射同样分为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理层次的阿尼姆斯投射，对应的是女性对力量保护和生存资源的原始需求。当一个男人展现出强壮的体魄、社会地位或者某种能够提供安全感的特质时，女人的阿尼姆斯就会向这个方向投射。第二个层次是浪漫层次的阿尼姆斯投射，对应的是女性对浪漫爱情、英雄主义和理想化伴侣的渴望。当一个男人展现出勇敢、浪漫或者某种超越世俗的特质时，女人的阿尼姆斯就会向他投射。
第三个层次是精神层次的阿尼姆斯投射，对应的是女性对智慧、真理和精神指引的追求。当一个男人展现出深刻的洞察力或者独特的智慧时，女人的阿尼姆斯就会向他投射。男人吸引女人的卑鄙方法，本质上就是精准地识别出他正处于哪个层次的阿尼姆斯投射，然后有意识地扮演那个角色。如果他的阿尼姆斯渴望的是力量和保护，他就展现出果断和掌控力；如果他的阿尼姆斯渴望的是浪漫和冒险，他就展现出诗意和勇气；如果他的阿尼姆斯渴望的是智慧和指引，他就展现出深刻的洞察和清晰的远见。这不是欺骗，这是对无意识规律的运用。但是荣格也给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所有基于投射的吸引力，最终都会面临同一个命运：投射的瓦解。当一个女人逐渐看清那个男人真实的样子，当她发现他并不是她想象中的英雄导师火神，投射就开始崩塌。很多关系在这个阶段走向终结，因为女人觉得自己被骗了，觉得这个男人变了。但实际上，男人没有变的是，女人看他的眼睛，投射的光环消失了，真实的他被看见了。投射的瓦解有两种走向，一种走向是关系的终结，女人无法接受自己投射的破灭，她选择离开，去寻找下一个能够承载她投射的男人。她会重复同样的模式，一次又一次的爱上不同的人，却始终无法建立一段真实的关系。另一种走向是关系的升华。女人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投射，她开始收回投射，开始真正看见那个男人真实的样子。她不再要求他做她的英雄导师、火神，她接受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存在。一个时候，真正的爱才开始出现。那些所谓最卑鄙的方法，本质上都是在利用投射机制。一个男人越是能够精准的识别和满足女人阿尼姆斯的需求，他就越能快速的建立起强大的吸引力。他可以是一个坏男人，因为坏男人的不可预测性恰好击中了某些女人阿尼姆斯对刺激和挑战的渴望。他可以是一个好男人，美好男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恰好击中了另一些女人阿尼姆斯对安全感的渴望。他可以是一个强者，因为强者的掌控力恰好击中了某些女人阿尼姆斯对被带离的渴望。他也可以是一个弱者，因为弱者的脆弱恰好击中了另一些女人阿尼姆斯被滋养和照顾的渴望。关键在于，所有这些方法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男人本身有多大的魅力，而是因为女人内在的阿尼姆斯在寻找一个可以投射的对象，男人只是恰好站在了那个位置上。这就像一面镜子，你对着镜子做什么表情，镜子就回馈你什么表情。男人吸引女人的方法，本质上就是成为那面能够准确映照出他阿尼姆斯渴望的镜子。荣格心理学最终给出的答案，不是教男人如何更卑鄙地吸引女人，而是教男人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当一个男人开始整合自己的阿尼玛，当他不再需要将女人当作自己内在女性面的容器，他就从一个索取者变成了一个给予者。他的吸引力不再来自于技巧，而是来自于他内在的完整和稳定。他不再需要吸引女人，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会让女人感到安全和被看见。同样，当一个女人开始整合自己的阿尼姆斯，当她不再需要将男人当作自己内在男性面的容器，她就从一个寻找者变成了一个选择者。她不再被投射所驱动，不再被无意识的力量所推着走。她能够清醒地看见一个男人真实的样子，并自由地选择是否与他建立连接。这才是真正的亲密关系，不是两个不完整的人互相填补，而是两个完整的人互相分享。所以，那些所谓吸引女人上床最卑鄙的方法，从容的角度来看，不过是对人类心灵最深层规律的粗浅运用。他们之所以卑鄙，是因为他们绕过了意识和理性，直接作用于无意识。但真正的问题是，一个男人想要的是一个女人的人，还是他的心？他想要的是短暂的征服，还是持久的连接？他满足于做一个投射的容器，还是愿意成为一个真实的人？荣格的答案很明确，真正的爱情发生在投射死亡之后。当男人不再将女人视为女神，当女人不再将男人视为英雄，当他们以真实的面目看见彼此，真正的爱才会诞生。这种爱不再有魔法的光环，不再有心跳的狂乱，但它有一种更深的东西，一种基于真实看见的深刻连接，一种基于自由选择的持久承诺。这种爱不再受制于任何原型的力量，它是两个独立灵魂之间最自由的相遇。
那些卑鄙的方法可以打开一扇门，但门后的路只有真实才能走完。